如果我们国家的金融业也像美国那样，把它变成了一种吸血鬼式的行业，那么对整个国家的国民经济的发展，对我们中华民族的前途和命运都是没有好处的。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包明。这期话题我们说一说台积电的创始人张忠谋批美国扩大集成电路的生产是纯属浪费。世界上最重要的集成电路制造商是台湾的台积电。美国一直希望台积电能够在美国设厂生产，整体搬到美国去才好。但是台积电的创始人张忠谋日前以嘉宾的身份在美国的智库布鲁金斯学会发表意见，说美国增加国内芯片的产量是昂贵浪费、徒劳无功之举。美国芯片的制造业没有扩张或成功所需要的人才库。张忠谋的话美国人觉得是很不中听的，这是对美国制造业回归的雄心壮志很不留面子的否定。集成电路制造业是美国政府特别想搬到美国去，并且形成垄断地位的一个产业板块。用美国人的话说叫做回归。外国的企业被美国政府强制搬过去，怎么能叫回归呢？这大概是美国人认为集成电路技术是美国发明的，一切关于集成电路的东西都应该是美国的，所以叫做回归。现在美国在制造方面落了下风，那不管是巧取还是豪夺，美国在这个产业板块上必须重新占据世界领先地位。但是张忠谋的意思是，这个产业的巅峰美国人是回不去了。很多人有疑问，既然集成电路制造产业的核心并不在美国，那美国又为什么能够把这个产业当作制裁的大棒，动不动对别的国家，特别是对中国进行制裁呢？这主要是因为当代集成电路产业的分工非常复杂，美国控制了其中大量的专利以及核心企业的股权。台积电和韩国三星也只是整个产业链条中的环节之一。当然他们是大规模生产制造那个非常重要也非常致命的环节。集成电路制造业和其他所有的制造业一样，需要很多的支撑条件，其中人才队伍是最重要的基础。在美国整个国家的经济和政权现在都几乎已经被金融集团所把持，最优秀的人才几乎都被金融行业吸引走了。因为金融业的诱惑力太大了，每天只要动动手指头就可以赚到别人几辈子也赚不到的钱那样的话，带游泳池、大 house、豪华汽车、私人游艇，那什么都有了，谁还愿意去辛辛苦苦的干制造业呢？别说高端人才了，就是一般的美国工人，舒适的生活过惯没有谁愿意出力流汗下苦力干活了。在美国设厂的这些企业家，让美国的工会折腾得苦不堪言，最后都跑了。正因为如此，美国的各个制造业领域都在不同程度的萎缩。除了集成电路产业外迁，美国原本具备优势的航空制造业同样也在逐渐的滑坡。波音公司的产品的质量问题越来越严重，马斯克也要在上海设厂才能够解决大批量制造的问题。虽然他能够在美国大量制造火箭、卫星，被人们当作美国制造业振兴的符号，但是他一个人一家公司的影响毕竟有限的，他是没有办法扭转美国整个制造业萎缩的这个大趋势的。而且马斯克的航天制造和发射服务主要也是靠美国政府采购赚钱，商业市场上获得的收益远远没有他的名声那么大。我们并不是要嘲笑美国，而是要用这种情况作为教训来警示我们国内的产业发展。产业空心化的问题不仅仅是对于美国在中国也是客观存在的。国内很多传统的工业城市，如今制造业的优势已经不复存在。有些城市在向旅游服务业转型，但毕竟不是每一个城市都适合于发展旅游业，所以国家提出了建设制造强国，促进制造业的高质量发展，开展新型基础设施建设，这些都是非常具有战略意义的举措。只有把好的资源、优秀的人才集中到制造业上，我们的经济才能有健康的发展。金融业同样是经济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个产业，但是金融业应该是为国民经济健康发展服务的。
如果我们国家的金融业也像美国那样，把它变成了一种吸血鬼式的行业，那么对整个国家的国民经济的发展，对我们中华民族的前途和命运都是没有好处的。好，这期话题就说到这里。